克·雪德斯，世界8大奇迹之一。有人说，尽管在美女如云的好莱坞里，她也依然美得惊心动魄，令人过目不忘。但有时候美貌带来的不仅仅是名利，还有过度的关注以及被无限的利用。据悉，雪德斯虽然贵族出身，但她的生父疏远，母亲酗酒。因为外貌不凡，甚至在10岁时就被母亲卖给花花公子拍裸照赚钱。有媒体称，上世纪的美国男人几乎每一个都看过她10几岁的身体。那么这样一位美人究竟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这里是不给岛，今天就让我们来走进布鲁克·雪德斯的故事。1965年5月，雪德斯在美国纽约出生，母亲是个小有名气的模特，父亲是个富二代。据说因为父亲花心且母亲和长辈相处不愉快的缘故，所以雪德斯未出生时，父亲就和母亲分开了。尽管父亲仍然支付着女儿的抚养费，但金钱并不能解决母亲感受到的遗弃感。他回忆说，从我有记忆开始，母亲就一直酗酒。酗酒的母亲却也有着超越常人的生意头脑。女儿5天大的时候，她就下定决心要让漂亮的女儿成为最棒的童星。于是雪德斯在母亲的安排下，从小学习钢琴、芭蕾、骑马，气质和容貌在纽约上东区非常出名。按理说，照着培养名媛方向养出来的女儿应该走绝对的精英路线，但母亲为了将女儿推到娱乐顶峰，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给她安排了极其超乎常人理解的工作，比如让年仅10岁的雪德斯全裸拍摄花花公子。照片的内容是浓妆艳抹的她在浴缸里一丝不挂的洗澡和泡泡浴，这样的尺度换了谁，第一反应都是儿童色情，绝对违法。可因为母亲签了监护人同意书，所以当时对儿童色情判定极度不敏感的纽约法院对此判定合法。讽刺的是，在这之后，母亲带着他参加了天主教洗礼，还严格要求他在婚前不能与他人发生关系。这样的分裂式的行为也让小小的女儿越发精神崩溃。就这样，私人生活里酗酒的母亲时刻监督女儿的个人生活，童星事业上，母亲却又不断将她推到一个又一个成人化的项目中。而在母亲的推动下，她也成为当时价值最高的女星之一。有媒体报道，雪德斯只要拍1次杂志就能进账几万美元。身为经纪人的母亲，自然更能赚得盆满钵满。13岁这年，雪德斯出演了处女作《燕娃传》，片中她饰演一名风尘女孩，不仅被安排和成年男主接吻，而且同样被安排穿最少的衣服，不停地勾引剧中的每一个人。电影上线后，众人关注她颜值的同时，也狙击她的母亲，称你怎么可以让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去拍一部尺度如此大的影片？对此，她母亲的回答是：你看过电影吗？言下之意是，比起尺度问题，电影的故事更值得讨论，所以观众不应该揪着前者不放，从而讨论一些无聊的东西。2年后，雪德斯继续走老路，在电影《青春珊瑚岛》中穿着暴露，和他人调情。因为前面2部电影越发娇艳的她，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女神，但她所有的作品也为她带来了无下限的讨论。有媒体称，当时的美国男人只关注这位童星的初夜，也只在乎她究竟还是不是一名处女。多年以后，讨论恋童癖的一些网友表示，真的很难想象40多年以前的美国竟用如此丧心病狂的合理化恋童行为。雪德斯就好像一道菜一样，不停地接受人们的审视和玩弄。当然，她不是没有出演过正常的角色。1980年，她在大青蛙布偶秀综艺秀上与青蛙布偶一起出演了《爱丽丝梦游仙境》。次年，她又登上 Fridays 与其他艺人侃侃而谈，以及她也有客串6人行，在里面出演跟乔伊、崔比亚尼的人。得益于此，她成为了《我爱苏珊宝宝》中的主角，并因此连续2次都获得了金球奖提名。1983年，她终于成年，母亲也愿意放过她，让她在普林斯顿大学安稳地度过了4年的大学生活。雪德斯说，那是她最幸福的时光，她终于可以像个普通女孩一样交朋友，以及参加感兴趣的社团活动。随着她渐渐长大，人们对雪德斯的关注度渐渐减少。
但关于他的恋爱问题始终都是人们的热议话题。那么能和女神一般恋爱的人物究竟是何许人也？答案是歌坛天王迈克·杰克森。两人相遇的时候，雪德斯只有13岁，而那个时候杰克森大他7岁。因为都是童星出身，所以他们惺惺相惜，很快成了好朋友，并且经常一起携手出席活动。杰克森也不止一次在媒体面前表示，他是我此生的挚爱之一，希望他也像我爱他一样爱我。你知道吗？我们常常约会，常常一起出去玩，我的房间，我的镜子，所有东西上都是他的照片。然而面对这份示爱，雪德斯却没有答应。他称杰克森确实向他求过婚，但对他来说，对方只是犹如知己一般的存在，除此之外，他们别无关系。而这份想法他不止提及了一次。2009年，在后者的葬礼上，他站在台上说道，人们总说我们是一对古怪的情侣，但我想说，我们两个从来都不是这种关系。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段再自然不过的友情。我们从小就需要当大人，但当我们在一起时，只是两个爱玩的小孩，仅此而已。因此，之后的杰克森娶了猫王的女儿，而他也遇到了那个真正令自己开心的人。他叫安德烈·阿格西，是一名网球运动员，两人气味相投，恋爱不久后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婚后的生活并没有雪德斯想象的那么美好。因为有朋友将当初他拍摄的一组大尺度照片公布在了社交媒体上，而这件事情也让他的公婆十分不满。时间一长，后者越发觉得他就是一位上不了台面的艺人。为此，他们还多次在儿子面前提意见，而这一行为也成功分裂了两人的感情。雪德斯说，那时的自己不止一次从丈夫的口中听到让他做一名家庭主妇的建议，而究其原因，则是对方害怕他在外面抛头露面时勾引他人，并与他人发生违背常理的关系。这样的事情发生了5次以后，雪德斯终于忍无可忍，于1999年和对方离婚。2001年，他再次遇见爱情，和一名电视作家结婚。婚后，他生下了2个女儿，但因为产后抑郁的问题，他再次获得了关注度。而他利用个人知名度首度公开自己成为母亲后的生活，并借此呼吁众人多多关注产后抑郁的问题。杂志专访中，他提到这种疾病必须要重视，因为它不仅让母亲感受不到自己的心情，而且还会让她无法及时回应婴儿的需求，从而甚至导致母子2人都处于危险状态。而他曾经患有的症状也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象。他说，那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刻，我很害怕丈夫突然把孩子抱到我面前来，因为我一点都没有当妈妈的喜悦，我也一点都不想对孩子露出笑容，我更不想抱着他哼唱摇篮曲。他还提到，疾病是生产前的一连串事件导致的，包括他父亲过世以及家族遗传史等一系列的问题。幸运的是，丈夫不离不弃，带着她求医问药，通过治疗服药，她也渐渐走出了抑郁。2006年，她再次产下一名女婴，和所有新妈妈一样，出门大包小包背着女儿要用的东西，一直没有请全职保姆，坚持亲自照顾女儿。她表示，我改变了很多，现在在我看来，母亲永远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职位。另外，不同于自己母亲当年的残忍，雪德斯对自己的孩子很宽容。丈夫透露，无论孩子们有多顽皮，妻子都会在最后原谅他们，并且让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快乐钻研，快乐长大。如今，雪德斯已经57岁，她仍然活跃在公众面前。而就她一路走来的经历，曾经有节目问她，对于母亲当年的行为是否有过怨恨，她回答，她有她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她会臭名远扬。我年轻的时候感觉这是件好事，但现在我当了母亲后，我突然觉得无所谓了，我也不恨她了。虽然语气中还是包含着些许的委屈，但正如她所说，比起怨恨，她更想做个无所谓的人，至少这样能活得更加快乐。她是饥饿游戏里美丽勇敢的凯尼斯，是 X 战警里心狠手辣的模型女。16岁出道，她凭借精湛的演技斩获了一项又一项大奖，可她的成名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24岁手机遭遇黑客入侵，因心直口快的性格得罪圈内许多人，如今的事业已大不如前。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找到真爱的她即将要当母亲了。从好莱坞一姐到多部电影连续扑街，这位奥斯卡影后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里是 Boogie 岛，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珍妮弗·劳伦斯的故事。1990年8月15日，珍妮弗·劳伦斯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她的出生打破了劳伦斯家族50年以来只生男孩的奇迹。她上面还有2个哥哥。珍妮弗第一次出名是在她9岁的时候。某天，她在家附近的教堂里出演了根据约拿书改编的舞台剧里的一个女角色。演出结束后，邻居们跑来对她的母亲说：“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恭喜你，你女儿的演技实在是太好了。”14岁那年，珍妮弗决定投身表演事业。起初，她的父母并不同意，在珍妮弗的再三哀求下，最终父母同意将她带到纽约的一家经纪公司去面试。在试演时，她不同于同龄人的成熟演技，惊艳到了一众面试官。为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珍妮弗以 GPA 3.9 的成绩提前2年从高中毕业，正式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2007年，她参演了自己人生中的第1部影视剧《比尔·英格威尔秀》。凭借在这部剧中的精彩表现，珍妮弗获得了美国2009年度杰出年轻演员奖，还得到了当年的电视剧最佳表演奖提名。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年，珍妮弗·劳伦斯也参加了电影《暮光之城》的选角面试，但她不幸败给了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后来，当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凭借《暮光之城》大红大紫时，曾有记者问珍妮弗对于没有成为《暮光之城》的女主角是否感到可惜，她却回答不可惜，还对媒体说自己可永远不想那么红，但她想不红都难。2008年，珍妮弗·劳伦斯凭借《燃烧的平原》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新人奖，一鸣惊人。2年后，她出演了电影《冬天的骨头》，演技受到了一致好评。纽约客杂志甚至评论说，没有劳伦斯就没有这部电影。也是在这一年，这个初出茅庐只有20岁的影视新人被提名第83届奥斯卡奖最佳女主角。珍妮弗前进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在剧中她的扮相称得上是有史以来最具视觉效果的模型女。上映后，她的人气与身价更是飞涨。2012年，她在大卫·欧·拉塞尔导演的电影《乌云背后的幸福线》中担任女主角，并凭借该部电影成功拿下第85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奖项，成为奥斯卡奖历史上第1位90后影后，也是奥斯卡奖历史上第2年轻的影后。同年，她还担任了《饥饿游戏》系列电影中的女主，成功塑造了一个年轻女英雄的角色，不仅扛起了3部曲超20亿美元的票房，更是横扫各个颁奖盛典。这一年，在文艺和商业片上双丰收的珍妮弗真是拿奖拿到手软。可就是这样一位在事业上大放异彩的优秀演员，在感情的道路上一直不顺。2011年，在出演《X 战警》时，珍妮弗与同剧组演员尼古拉斯·霍尔特因戏生情。恋情曝光后，大众都十分看好这对郎才女貌的小情侣。可就在大家默认他们会走进婚姻的殿堂时，2人分手了。分手后，珍妮弗非常伤心，可此时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之后马上要发生的一件事，让她彻底的进入人生的黑暗时刻。2014年8月，有黑客侵入了100多位好莱坞女星的苹果手机账户，窃取了她们的私密照片。作为好莱坞当红女星，一时间她成为了舆论的焦点。与其他被泄露私密照女星的反应不同，并不觉得拍这种照片有什么不对。她表示，在这4年里，自己一直处于一段相爱、健康、非常棒的感情中。因为和男友分隔异地，所以才将这些性感的照片发给男友。面对隐私被泄露，珍妮弗没有退缩，她直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道歉，我没做什么羞愧的事，应该羞愧的是那些入侵我相册的人。”而对于那些让她道歉的人，她直接回怼：“这不是丑闻，而是犯罪。”
法律应该修正，防止他人作恶。所有看过照片的人都是性侵犯的帮凶，他们才应该感到羞耻。当时年仅24岁的珍妮弗·劳伦斯面对伤害没有向恶势力低头，她的勇气也得到了大部分美国网友的认可，得到了相应的惩罚，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反而使她越战越勇，事业越来越好。在2015年上映的电影《奋斗的乔伊》中，珍妮弗的片酬达到了1500万美元。这个片酬放到好莱坞新生代演员当中算是顶级身价了。紧接着，在电影《太空旅客》当中，他的片酬更是飙升到了或许有人觉得2000万片酬算是很平常的了，毕竟好莱坞都是大制作。但事实上，在好莱坞继安吉丽娜·朱莉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女明星的片酬能够达到2000万美元的级别了。即便是凭借黑寡妇一角在全球知名的史嘉蕾·乔韩森，在签约黑寡妇的电影时，片酬也是仅有1500万美元片酬而已。可以说，珍妮弗的前半生是意气风发的前半生，但后来随着她背后的金主奥斯卡国王韦恩斯坦因性侵事件倒台后，她的事业与口碑也是斗转直下。先是事业票房4连扑，《X 战警：天启》、《太空旅客》、《母亲》、《红麻雀》4部电影票房成绩不如人意。再是他各种争性情的当众发言，被人们发现其实是没教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曾经在宣传电影《太空旅客》时当众说的一件事情。珍妮弗说自己曾在拍摄《饥饿游戏》时，因为衣服太湿太重，所以他就随便找了一块石头坐着。可那块石头实际是当地人的圣物，但他本人却毫不在意，不仅坐在圣物上，还用圣物蹭屁股，导致石头滚下山区，差点砸死当时的一个工作人员。珍妮弗在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丝毫抱歉的情绪，还笑嘻嘻地说了一句：“当地土著很震惊，以为遭了天谴，我就是他们的天谴。”他对夏威夷文化的极度不尊重，以及说笑般的语气惹怒了许多人，网络上一片谴责，但他并没有收敛，反而越发过分了。2017年，美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特大飓风，这场灾害让很多人都遭遇了不幸，但珍妮弗并没有对遭受痛苦的民众本身表达多大的关心，反而谴责选民们在总统的选举上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还说到飓风是大自然母亲的盛怒，他对待天灾无厘头的言论激怒了支持不同阵营的网友，不少人在线痛骂他，还联合抵制他出演的新电影《母亲》。眼看着事业与口碑不似从前那般好，珍妮弗开始变得十分低调，还偷偷谈起了恋爱。2017年，他通过女星劳拉·辛普森认识了自己的真命天子库克·马洛尼，一位艺术画廊的总监。2018年的春天，珍妮弗和库克·马洛尼确定了恋爱关系。秘密约会时被记者拍到，之后就向大众公开了两人的恋爱关系。为了多陪陪男友，这位曾经努力搞事业的好莱坞一姐特意减少了工作量，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个沉浸在爱情里的小女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向男友大胆示爱说：“我绝对不是那种做好了结婚准备的人，但是我第一次遇见库克就决定了我要嫁给这个男人。”2019年2月，两人顺利订婚，同年9月正式领证，1个月后举行了婚礼。今年9月，珍妮弗被媒体拍到腹部微微隆起，疑似怀孕。经过与她的经纪团队证实，确认珍妮弗怀上了与库克的第1个孩子。结婚2年，两人拥有了爱的结晶。虽然珍妮弗好莱坞一姐的地位已经被黑寡妇史嘉蕾·乔韩森所取代，但看到她如今幸福美满的样子，粉丝们还是送上了满满的祝福。希望孩子诞生后，珍妮弗能对自己的事业上点心，给粉丝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这里是布吉岛，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出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